客厅的沙发上面，王老板一把掀开我的上衣，有些不满地说道：“萌萌，都是喂奶，你给我儿子喂奶也是喂，给我喂也是喂，为什么就不行呢？”见到我目光闪躲，有些犹豫，王老板直接从口袋里面掏出5000块放在了我面前，他霸气地说道：“只要你答应我，这些钱就是你的，不够还可以加。”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客厅的沙发上面，王老板一把掀开我的上衣，有些不满地说道：“萌萌，都是喂奶，你给我儿子喂奶也是喂，给我喂也是喂，为什么就不行呢？”见到我目光闪躲，有些犹豫，王老板直接从口袋里面掏出5000块放在了我面前，他霸气地说道：“只要你答应我，这些钱就是你的，不够还可以加。”我叫萌萌，今天是我第2次去王老板家，给他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喂奶。其实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一名奶妈，只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王老板竟然也提出了想吃我的奶。王老板名字叫王超群，我老公的名字则巧合的叫王超，而他刚刚好就是我老公工地上面的一名包工头，大家都称呼他为王老板。本来我是在老家带我半岁的儿子的，准备在儿子大一些的时候就出来打工，让婆婆带着孩子。因为老公的家境确实贫困，他为了结婚和盖房子，家里已经负债了10几万了，而公公婆婆的身体也不好，因此家里的经济来源都只能靠老公一个人了。但是老公在工地上面干活，一个月最多也就拿个4000多。为了缓解家里的困难，一次老公听说王老板的儿子出生之后，王老板的老婆刘姐奶水不足，正想找一个奶妈呢。这不私下打听之后，老公立即就想到了我，于是就把我推荐给了王老板。王老板听了之后很是高兴，觉得农村女人干净踏实，于是王老板决定以每月1万块的工资支付我，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去他们家给他们的儿子喂奶。来到深海市之后，王老板他们第1次带着我去到医院做了全面体检，体检结果一切正常之后，王老板和刘姐就带着我去了他们家，第1次给他们的儿子小土豆喂奶。我仿佛和小土豆有一种很特别的亲切感，小土豆看见我特别的乖，吃奶也吃得特别的香。第1次喂奶，我的表现让刘姐和王老板都感到了非常的满意。当天他们就在他们小区附近离老公工地不远的地方给我们租了一间房子，让我和我老公一起住，同时也是为了更加方便日后给小土豆喂奶。当天王老板就将第1个月的工资预支了5000给我了。当我晚上拿着这5000块钱回到老公住在工地上面的宿舍之后，老公抱着我激动不已。当天我就和老公搬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了。那个房子不大，1房1厅，但是看起来十分别致和干净，住着非常的舒服。今天当我来到了王老板的家里面之后，帮我开门的竟然是王老板。只是当我进去了之后，没有看到他的老婆刘姐，因此我有些紧张地问了一句：“王老板，刘姐今天不在家吗？”王老板看见了我之后，脸上立即露出了一阵十分灿烂的笑容。他微微地笑着看着我说：“萌萌，刘姐她刚刚出去买菜去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朝着王老板微笑了一下，然后说：“王老板，那我去给小土豆喂奶去了哦。”小土豆就是王老板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我说完之后，直接朝着婴儿床那边走了过去。当我来到婴儿床那边的时候，
小土豆已经睁大了一个小眼睛，在那里东张西望着。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不知道为何脸上突然露出了一副十分甜蜜的笑容。我微笑着直接将他抱紧了我的怀抱里面，然后我就来到了旁边的沙发上面，准备给他喂奶。此时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里是王老板的家里面了，而有那么一瞬间，我差点就将小土豆当做了我自己的儿子。一时间我忘乎了所以，看到小土豆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我的脸上也露出了一阵微笑。不过这个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了有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我突然抬起头，发现王老板的一双眼睛竟然紧紧地盯着我在那里看了起来。当我看到王老板那双有些坏笑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的脸都唰的一下顿时红到了脖子根那里去了。王老板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了，他也有些尴尬地将他的脑袋扭了过去，而我此时也下意识地将我的身体侧了过去。当我侧过了我的身体之后，我发现此时我的胸口一阵小鹿乱撞，很显然此时我是无比的紧张和尴尬。一会，当我给小土豆喂完了之后，王老板突然看着我，微微的笑着问了一句：“萌萌，你每天是不是还要挤掉多余的母乳呀？”我听了之后脸一红，但是我还是实话告诉了王老板，稍微有些害羞地说着：“是的，王老板，因为我的奶水比较多，一天喂小土豆一次的话，他也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每天晚上回家之后，我会挤掉一些的。”我说完了之后，立即将我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这个时候，王老板继续淡淡的微笑着说：“萌萌啊，那你这样不是每天要浪费很多奶水的吗？”我听了之后，脸色更加的紧张了，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说：“王老板此时慢慢的从我的手里将他刚刚吃完奶的儿子放到了那个卧床上面，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说着：“萌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听了之后心里一沉，但是我还是很快的很尊敬的说着：“王老板，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话，我一定答应你。”听到了我爽快的回答之后，王老板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更加灿烂的笑容，他笑呵呵地说着：“萌萌，刚刚听说你每天要挤掉那么的奶水，我感觉就这么浪费掉了，怪可惜的。那个我想说的是，你能把多余的奶水让给我喝吗？”当王老板突然将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的脸蛋顿时一下子红到了我的脖子根那里去了。虽然我以前在村子的时候偶尔也听说过有成人吃过母乳的事情，但是当我今天第一次听见王老板对我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确实让我感到了无比的尴尬。王老板见我表情十分的惊讶，他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了起来。他不紧不慢地说着：“萌萌，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我可以加钱，怎么样？”王老板说完了之后，直接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了1000块钱，放在了我的面前，然后淡淡地说着：“萌萌，你觉得行吗？我只是不想看见你这么多这么好的奶水就这样浪费了，而且我的肠胃也不是很好，听医生说母乳可以对我的肠胃慢慢调理的。”当王老板将这1000块突然放在了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到更加的不好意思了。王老板毕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要不是他，我老公可能也还没有工地上面的工作做，没有他，我也不会来他们家给他们的儿子喂奶，更不会拿到一个月1万这么高的薪水。虽然我们家是穷，但是王老板的这个钱我是绝对不会要的。于是我显得很尴尬地说着：“王老板，你把这个钱拿回去吧。虽然我们家穷，
但是这个钱我还是不能要的。那好吧，我就挤一些奶到杯子里面，一会你再喝吧。王老板听了之后，显得非常开心地说着：“真的吗？萌萌，那真是太感谢你了。”王老板说完了之后，便走到了旁边的茶几上面，拿了一个透明玻璃杯递到我的手里。我尴尬紧张地从王老板的手里面接过了那个玻璃杯。当我挤满了大半杯之后，然后赶紧整理好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尴尬紧张地笑着将刚刚挤出来的热乎乎的奶汁端到了王老板的面前。王老板看见了之后，一脸高兴地接过奶汁，然后首先是在那里试了2下，试了2下之后，大概是感觉味道不错，于是他竟然一口气就将剩下的奶汁给喝光了。此时我不好意思，低头害羞地笑了一下，然后看了看此时处于熟睡状态之中的小土豆，我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王老板，那今天我就先回去了哦。”当我提出要回去的时候，王老板顿时显得惊讶了一下，他皱了一下眉头，说着：“萌萌，别急嘛，要不留下来吃个晚饭吧。”听王老板这么一说，我显得更加的拘谨了起来。我有些腼腆地笑着说：“不用了，王老板，谢谢你，我已经在家准备好了饭菜了。”听我这么一说，王老板有些失望地看了看我，然后又似乎有难言之隐。当他的嘴唇动了几下之后，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出来。我似乎感觉到他想对我说些什么了，于是我说：“王老板，是不是还有什么吩咐呀？”我主动这么一问，王老板倒是显得有些不太自然了起来。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萌萌啊，我能再喝点奶吗？我看你的奶水好像还有挺多的。”王老板说完了之后，他的一双眼睛此时忍不住又打量起了我。我想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那我就再挤一杯给你喝吧，好像还真的有很多呢。”我说完了之后，这次主动去拿到了刚刚的那个透明的玻璃杯。当我拿到了透明玻璃杯，正准备侧向一边去挤奶的时候，王老板突然叫住了我。只见王老板在旁边用有些哀求的语气说着：“萌萌，那个我能直接吃吗？”当王老板突然这么一说，我听见了之后，整个人顿时像懵住了一样。我甚至在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于是我转过脸来看着王老板，问着：“王老板，你刚刚说什么？”这个时候，王老板看着我的脸蛋通红，他干脆直接大胆地说了出来。当这次王老板这么大胆直白地说完了之后，我的脸蛋唰的一下变得通红了起来。此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虽然之前偶尔也听说过有成人吃母乳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农村的女人来说，还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因此，今天当王老板提出了这个请求之后，我还是显得无比的羞涩和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王老板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但是他很快继续在那里哀求地说着：“萌萌，你就答应我一次好吗？要不我再给加钱，你看怎么样？每个月多给你5000，怎么样？”当王老板这么一说，倒是令我感觉到更加的不好意思了起来。此时我有些害羞地说着：“王老板，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了，多不好呀。”这个时候，王老板一脸阴险地笑着说：“放心吧，萌萌，这里是我家，这里现在没有其他人的。况且我又不会对你做别的什么，你就放心吧。”听到王老板这么一说，我的思绪开始动摇了。王老板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于是他继续在那里说着：“萌萌，你就答应我一次，好不好？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亏待你和你老公的，你就答应我一次，好吗？”此时，当我想到我老公经常在我耳旁说王老板对他多好的时候，我的心顿时软了下来。于是我把心一横，
然后双颊通红地说着：“那好吧。”我说完了之后，然后抬起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客厅窗户的窗帘已经拉得好好的，外面是没有人可以看见里面的。于是我坐到了沙发边，然后慢慢地将自己的衣服给掀了起来。王老板看见了之后，顿时欣喜若狂了起来。就在王老板正准备坐过来继续下一步动作的时候，突然他们家的门铃响了起来。这个突如其来的门铃响了之后，顿时让我吓得下意识的赶紧的将自己的衣服给掀了下来。而王老板显然也被这门铃声给弄得非常的不高兴。王老板此时很郁闷地站了起来，然后去开门，没有想到居然是王老板的老婆刘莎莎回来了。她已经买好菜回来了。王老板看见是她的时候，脸上立即挤出了一丝笑容。已经他老婆进门，而此时我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衣服，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假装站在了小土豆的睡床的旁边。然后我笑着跟刘莎莎打了个招呼：“刘姐好。”刘莎莎看了看我说：“萌萌，今天怎么样？我不在，小土豆吃奶乖不乖呀？”我微微地笑着说：“乖，挺乖的。你看他吃饱了之后，现在睡得可香呢。”此时，王老板已经帮着刘姐将他手里刚买的菜接了过来，往厨房那边走了过去。刘姐已经笑呵呵地朝着小土豆这边走了过来。当她走了过来，看见此时躺在睡床里面的小土豆睡得正香的时候，刘姐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喜悦的笑容。这个时候，我才轻松地呼出了一口气。想想要是刚开始那场景被刘姐看见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我此时想想都觉得心惊胆战的，都觉得后背凉凉的。之后我便和刘姐告辞了，准备回家了。刘姐也是个热心的女人，她准备留我在他们家吃饭的。可是我想回家跟老公一起吃，所以刘姐也就没有强留我了。当我回到家之后，老公也早就从工地上面下了班了。老公将我之前准备好了的饭菜端了出来。吃饭的时候，老公看了看我，笑呵呵地说着：“老婆，怎么样？还习惯吧？”我听了微微地笑着说：“挺习惯的。王老板和刘姐他们对我都挺好的。”老公听了之后，脸上露出了一阵憨厚的傻笑，笑得非常的灿烂。但是我看了看老公那粗糙的手以及被晒得很黑很黑的肌肤的时候，我就知道老公在工地做活辛苦了。想到我白天在家很闲，我就想再出去找点活做，因为我也想给家里多挣点钱。我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决定晚上跟老公好好的商量一下。晚饭之后，当我准备去洗碗的时候，老公竟然突然直接从我的身后紧紧地抱住了我。一阵云雨过后，我们两个紧紧的就这样直接拥抱着躺在了那张沙发上面。老公紧紧地将我搂在了他的怀抱之中，我感觉到了非常的幸福。躺了一会之后，我便将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了老公。老公听了之后，同意了我的想法。他说：“那好啊，不过你要找一个稍微轻松一些的工作做哦。”我听了笑着说：“我会的，我就去找个钟点工之类的工作就好了。这样上午我就做点钟点工，下午就去王老板家帮他们儿子喂奶，还可以多挣钱，多好呀！”老公听了之后，忍不住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脑袋，很动情地说着：“老婆，真是辛苦你了。”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我来到了一家叫红姐家政的家政公司，因为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家政公司的广告，宣传做得挺不错的，因此我就想去里面试试，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家政公司找个一个钟点工的事情做做。
我在门口徘徊了一下，然后看了看上面的介绍之后，我便鼓足了勇气走了进去。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也就是一个小的公司，很小的一个办公室。当看见有个人来了之后，里面便有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嘴里不知道在吃着上面东西，不过打扮得特别妖艳。我看了看她，有些紧张地问着：“你好，请问你们这里的负责人在吗？”她看了看我，说着：“我就是红姐，你是来找工作的吗？”我听了立即笑了笑，说着：“是的，红姐，我是想来找一个钟点工作的。”红姐看了看我，然后上下打量了一番，接着便直接问道：“你刚生孩子多久了？”我听了稍微愣了一下，但是我很快还是回答了她的问题：“有半年了。”当我这么一说，红姐的脸上顿时由刚开始的不屑一顾，然后转变成了笑嘻嘻了起来。她此时十分客气地扶着我到了旁边的椅子上面坐下，然后笑嘻嘻地说着：“妹妹，现在还有奶水吧？”我不知道为何红姐突然要问我这些问题，弄得我顿时有些害羞了起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将我在王老板家的情况说给了红姐听。红姐听了非常的满意，一脸笑呵呵地鼓吹我，说我现在这个条件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顾客出手非常大方。重要的是，我短期内挣到的钱远远比我打工做家政挣得多。他还说我随便出去把这个母乳卖掉的话，都能扣抵得上我老公在工地上面干活几个月的工资了。被红姐这么一顿鼓吹，我大致也听明白了红姐的意思了。红姐的意思就是让我将我多余的母乳拿出去卖，因为现在很多有钱人都愿意喝这个母乳，用来调养肠胃。一开始我还是不太愿意，觉得这是太难以启齿了。后来在红姐的劝导之下，红姐突然说道：“萌萌呀，你这个只是把多余的母乳卖给那些需要的顾客，又不是让你卖身，你怕什么？而且卖一次最少都有2、3千块，不比你打工强。再说了，这事又不违法，你情我愿的，跟你喂小孩有什么区别？”见到我有些不太情愿，随后红姐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她骂完了之后，又不停地开导我。不得不说，红姐真的太会说了。在红姐的劝导之下，最后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说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不行就算了。当然这件事情我没有敢告诉我老公，我只能偷偷地进行。这之后2天，我每天下午都是照常去王老板家给他儿子喂奶，因为他老婆刘姐也在家，所以王老板并没有更多的非分之想，这也让我安心了不少。2天后，红姐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顾客找到了她，想要来买点母乳，还告诉我价钱是3千块钱，只要我现场卖给他1袋母乳就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紧张，担心这件事情被老公知道了，他会大发雷霆。不过面对这巨大的诱惑面前，我还是同意了。这天下午，按照红姐跟我说的，我悄悄地来到了那家叫枫叶的快捷酒店。去之前，我还特意按照红姐说的买了一个空的饮料瓶子，这个主要是到时候按照客户的要求将母乳挤进去装满，然后卖给客户的。来到酒店房门前，说实话，我心里紧张得很，毕竟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我很慌。在酒店门口徘徊了一会之后，我这才鼓足勇气敲开了大门。只是下一秒，让我无比震惊的，给我开门的人居然就是王老板。王老板，怎么是你？看见王老板给我开门的时候，我显得非常的尴尬，也非常的紧张，一时间
整个人完全愣在了那里。先进来！王老板不等我说话，直接就将我整个人给拽了进去。而且王老板担心我大声说话，竟然直接将我的嘴巴给捂住了。看见王老板这个阵势，我当即就吓坏了，以为王老板要对我非礼。但是王老板连忙小声在我耳边说着：“萌萌，别出声，你老公和我老婆现在就在隔壁的房间。”听到这话，我整个人完全傻眼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相信。不过看到此时此刻王老板并没有对我图谋不轨的时候，我整个人也冷静了下来。见状，王老板这才松开了我，然后尴尬地说着：“萌萌，对不起，刚刚是我太粗暴了，但是我真的太生气了，你知道吗？那个小土豆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而是你老公和我老婆的。”听完这话，我整个人完全傻眼了，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王老板见我似乎不太相信，特意走到了窗前，将一份亲子鉴定的报告拿给我看，证明小土豆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另外还给我看了一份检测报告，大意是说明王老板的身体患有死精症，根本就不会导致他老婆怀孕。萌萌，你都看见了吧？我身体如果不去医院治疗的话，是不可能让刘莎莎怀上孩子的。我就说，怪不得我的儿子怎么一点都不像我。不信，你过来听听。王老板说完了之后，还特意让我靠近那个墙壁。这里，王老板特意弄了一个声音增强器，就是可以听到隔壁房间说话的声音。当我耳朵靠上去之后，我当即震惊得目瞪口呆，果真里面就传来了我老公和刘姐的声音。如果说刘姐的声音我不是很确定的话，但是我老公的声音就算化成灰我都能够听得清楚。更加可耻的是，一会之后，我就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了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很明显就是老公和刘姐两个人在里面缠绵的声音。听到这里，我完全傻眼了，而王老板此刻也是双手抱头，显得无比痛苦了起来。同时他不停地跟我诉苦。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之后，王老板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走到了床边，然后拉开了窗帘，对我说道：“萌萌，你过来看看。”当我通过窗户看向了窗外，果真看见老公和刘姐两个人并排走在了一起，朝着马路对面的方向匆忙离去。看到没有？他们偷情完之后就装作如果其时的回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王老板双手抱着头，十分痛苦地哭了起来，显得非常的悲伤和难受。而我此刻一时间整个人显然也是完全凌乱了。我也没有想到，一向疼爱我的老公居然背着我干这种事情。之后王老板又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他说他想跟刘莎莎离婚，同时他现在已经在搜集相关证据了，争取到时候让刘莎莎净身出户。最后王老板突然看着我说着：“萌萌，你愿意跟你老公离婚，然后跟着我吗？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你的儿子我就当是我的亲儿子，下半辈子绝对足够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原本突然就对老公心灰意冷的我，听到王老板这么深情的告别，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最后王老板还告诉我，如果我跟我老公就这么离婚了，肯定是便宜他了，一定不能便宜我老公，所以我离婚之前最好能够将一些财产什么的全部带走，否则就是便宜了我老公杨超那个王八蛋。在王老板的甜言蜜语的轰炸之下，王老板告诉了我一个办法，那就是我将我们老家唯一值钱的东西，一块宅基地给卖掉，这样我跟我老公杨超离婚之后，
至少没有亏损什么。到时候等他证据足够之后，他就起诉跟刘莎莎离婚，之后就娶我当老婆，还要把我们的儿子接过来，一起当亲儿子来养。王老板还说，等我嫁给他以后，到时候他可以给钱让我开个小超市或者服装店，让我做个老板娘。听到王老板这些话，我承认我当时就真的陷入了他的甜言蜜语之中，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将我的脑袋靠在了他的怀抱之中。我甚至开始憧憬起了后面跟王老板一起生活的日子，因为现在跟着老公杨超过的日子真的太苦了，每天都在为柴米油盐发愁，要不然我也不会来到王老板家做奶妈赚钱。这后面的一段日子，每天我装作很正常的去王老板家给他儿子喂奶，而刘姐也是一直客客气气的招待我，而老公也看起来十分辛苦的，每天在工地上面忙碌。王老板则是偷偷告诉我说，他搜集的证据已经差不多了，马上就可以起诉离婚了，到时候就可以让刘莎莎净身出户。同时他还叮嘱我，让我早点把我老家的那块宅基地什么的都卖了，好早些赚点钱，要不然到时候就便宜了我老公杨超。当然我也按照王老板去说的，托了老家的朋友去村里和镇里去询问这件事情，果真按照王老板所说的，给了一些钱让朋友去打点一下，事情果真办理的就比较容易了。老家那块面积5亩的宅基地竟然可以卖到5万块钱，要不然那块地就只能像片废墟一样一直荒废在那里，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偏僻了。只不过这件事情是我一起偷偷去办理的，我从来都没有跟老公说过。而公公婆婆身体不好，甚至都有些老年痴呆，也从来不会去过问这些事情。因为之前老公一直在外面打工，所以家里的事情全部都是我一手操劳，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做主。这些事情操作完之后，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按照王老板所预定的目标完成了。王老板非常的开心，而我显然也有些期待了起来，期待着以后过着富贵的生活。这一切准备好了之前，就是出售宅基地签字画押的日子。为了有个见证人，王老板居然还特意将我们村的领导给请了过来，还带上了律师。当然，王老板还叫来了准备购买我家宅基地的那个客户。那个客户来了之后，直接将合同还有5万块现金摆在了我的面前。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在王老板和这个客户高兴地等待着我签字的时候，我突然脸色一沉，直接将签字笔狠狠地掰成了2半。不好意思，我不签了。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饭店包厢的大门打开了，从外面进来了几个警官，当然身后还跟着我老公杨超。看到这一幕，王老板他们完全傻眼了。杨超群，我们是启凤镇派出所的，你现在涉嫌土地诈骗，倒卖国家土地资源，现在依法对你申请强制传唤。说完，一个警官直接将明晃晃的手铐铐在了王老板的双手上面，另外和他一起来的这个客户也被铐了起来。当然更加精彩的是，其中一名警官继续说道，杨超群，你的老婆刘莎莎目前也已经被我们抓了，希望你们能配合执法，争取宽大处理。萌萌，你居然敢出卖我，还有你杨超，你们夫妻2人居然一起出卖我。想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们居然敢这样对我。听到这话，我冷笑一声，王老板，你果真厉害呀，为了骗我出售我们家的宅基地，故意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设计了这么一个圈套，还居然骗我说你儿子居然是我老公和刘姐生的，你真的不怕天打雷劈呀？听到这话，王老板彻底傻眼了，因为这一切我都查清楚了。原来在准备出售宅基地之前，有一天老公告诉我说，我们村的大亮就是因为被人忽悠，6亩地的宅基地被人家3万块给买了，后面人家建了一个农庄，现在据说那里要修建高速公路，光赔偿金就可以达到60万。而现在我们家那块宅基地，按照现在的政策，加上即将开建的高速公路，到时候可以获得差不多80万的补偿。因此当王老板得知了这个小道消息之后，就联合他老婆一起导演了这出戏，为的就是利用少量的资金骗取我们家的宅基地。而且后来我查明，原来我老公杨超跟刘姐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天我待在宾馆里面听到的声音，都是王老板特意找人合成的声音。其实我老公根本就没有去过那家宾馆，而我们打开窗户，看到他们正好在窗外。这一切其实都不过是王老板和他老婆联合起来，故意装给我看的。看到王老板被抓走了之后，我心里终于是痛快了许多。不过事后我忍不住直接跪在了老公的面前，祈求他原谅我。但是老公哭着说，他不怪我，因为这些年他的确亏欠了我太多，的确是让吃了太多的苦了。后来我和老公就回到了老家，果真老家的那块宅基地被政府征收了，不过只补偿了20万现金。于是我和老公就利用这20万的资金，在老家开了一家小型超市，同时也做起了电商，卖一些农家的土特产。没有想到后面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起来。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曾经为了赚钱做了一段时间奶妈这个经历，想想真的是觉得心酸。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这么做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